不知不觉间，俄乌战争已经走到了3周年的关键节点，是谈判还是增兵？有多少军援在路上？又有多少欠款没有结清？各方的主张言论甚嚣尘上，一度让人看不清战争的前景。但大兵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第3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乌军在战争中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今天大兵就来盘点一下乌军在这3年里打出的关键性战役。首先让我们回到战争刚开始的阶段，也就是2022年2月。大兵还记得自己那时呢，就坐在电脑前，突然刷到了俄军进攻乌克兰的新闻。当时随便打开一个网站，都能在头版头条看到俄乌战争开打的新闻。那时大家有没有想到俄乌战争会持续3年之久呢？其实这段故事的起点还是要追溯到基辅保卫战阶段。从时间上看，就是2022年2月25到4月2号，这1个多月的时间，这也是俄军攻势最猛烈的一段时间。普京在2月24号当天的电视讲话中还表示，俄罗斯已经隐忍了30年了，这次军事行动必须对乌克兰去军事化，但俄方不会侵占乌克兰领土，也不会以武力逼迫任何人。而就在普京说话的时候，俄军其实已经开始行动了。俄军原本的计划是派出精锐空降部队突袭位于基辅北部郊区的梅斯托梅尔的安东诺夫机场，只要拿下机场，就可以呼叫大型运输机部队源源不断地将大部队运到基辅，实现在敌方首都中心开花的战略效果，让俄军一举拿下基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战略如果达成，今后3年的历史走向都会大不相同。乌克兰不说全境被占领吧，起码战略处境也会比现在差很多。首都之外的乌军部队很可能要各自为战，陷入游击状态。但驻守安东诺夫机场周边的乌军没有让俄军空降部队得逞，也直接改变了后来的历史走向。俄军空降部队的第1轮攻势是乘坐米8直升机突袭机场，并且由米24、米28与卡52护送，但部队还没完全落地，就被乌军士兵的单兵防空导弹攻击。俄军在仓促中落地机场后，乌军的第3特种团以及随后赶来的第72机械化旅以及国民警卫队部队都开始对机场展开大规模反攻。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也就是安225，在开战时就在现场。到了3月4号后，这架飞机就确认被毁了。我们从这个细节呢，也能看到这场争夺战的残酷。直到4月2号，乌军才在各方配合之下收复了安东诺夫机场。而安东诺夫机场争夺战的胜利，也是整个基辅保卫战的缩影。就在各方普遍认为基辅将会很快陷落，西方国家都在准备帮助乌克兰政府撤离时，乌军的指挥中枢并没有溃散，已经突破到了第聂伯河西岸的俄军也没能切断基辅的后勤运输线。可以说，乌军守卫部队的阵型得以建立成功，俄军速战速决的计划也彻底宣告破产，剩下的就只有撤退了。从2022年3月8号到4月2号的这1个星期内，俄军开始从整个基辅州撤回白俄罗斯境内，这也是标志着乌军在基辅保卫战中的胜利。当然，3、4月份的俄军在南部战线上还是取得了突破，乌军主要是在北部与东北部组织抵抗，争夺焦点主要是哈尔科夫、切尔尼科夫以及苏梅等战略要地。随着乌军收复切尔尼戈夫和苏梅北部，战争也开始逐步进入长期化与消耗战的阶段。而乌军在4月份取得的另一场标志性胜利，就是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打击。2022年4月13号晚8点左右，乌军发射的2枚海王星导弹成功命中了莫斯科号巡洋舰，也就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的弹药库被引爆，还没等到拖回港口便宣告沉没，走上了与萨拉托夫号登陆舰相同的命运。短短的2个月后，黑海舰队的22870号救援船也被击沉了。从此之后，黑海就几乎成了乌军反舰导弹的练兵场。
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的奥列涅戈尔斯基矿工号登陆舰和伊万胡尔斯号侦察舰以及新切尔卡斯克号登陆舰后来都被击沉了。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接下来就回到22年的俄乌战场，继续梳理乌军组织的反攻。在乌军解除了俄军对基辅的威胁之后，乌军在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展开哈尔科夫大反攻与赫尔松大反攻。俄乌两军的战线陷入僵持之后，乌军一直在谋划反攻。从开战之后一直到5月13号，乌军都努力打破俄军在哈尔科夫周边组织的包围圈。俄军在此期间不断对市区展开炮击，乌军在这场围困战中一直在找机会。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也在这几个月逐步列装到乌军一线部队，但最先等来突破口的还是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地区。2022年8月29号，乌克兰正式发动军事反攻，反推占领赫尔松州与尼古拉耶夫州南部地区的俄罗斯部队。俄军为了应对乌军反攻也做了增兵，但乌军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集中火力打击俄军的部队集结点、弹药库、桥梁和其他有价值的目标，以免部队四面出击，拖慢进攻节奏。这场反攻一直持续到了9月，俄罗斯第247近卫空突团在战斗中遭到了严重损失，810海军近卫旅情况也是相似。到了9月13号后，俄军已经开始从越来越多的赫尔松州城镇撤出，将有生力量撤回到了克里米亚。为了减缓乌克兰军队的推进速度，还炸毁了部分因胡列兹河上的桥梁。而炸桥的还不只有俄军自己，乌军为了斩断赫尔松地区的俄军后勤补给线，也不断地炸毁第聂伯河上的桥梁。也同样是在9月份，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大反攻也开始了。这场反攻从9月6号拉开帷幕，赫尔松战区在1300公里长的俄乌战线上与哈尔科夫南北对望。哈尔科夫地区的战斗也十分强调重点进攻，乌军的主要目标就是伊久姆，这是俄军在该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流基地。乌军为此启用了不少重型装备，第92机械化旅参加了战斗，美国海马斯火箭炮也得到广泛使用。到了9月10号，也就是反攻正式开始短短4天之后，乌军就成功夺回了伊久姆，也算是乌军反攻胜利的标志性事件。俄军眼见重要的物流基地丢失，也只能从哈尔科夫州撤出部队。当然，俄军对此也有报复行动，例如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攻击了哈尔科夫的 TEC5 发电厂，这一度造成了哈尔科夫地区周边的大面积停电现象。但这也无法改变哈尔科夫反攻的战局。到了9月13号，乌军已经夺回了整个奥斯基尔河以西的哈尔科夫州，进一步奠定了俄乌战局的相持基础。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盘点乌军的反推过程。在哈尔科夫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呢，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行动也在不断取得进展。10月2号，乌军正式夺回了在顿涅茨克地区具备重大战略意义的莱曼铁路枢纽。俄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守备也开始出现松动。到了11月9号，失去优势的俄军正式宣告从赫尔松地区与第聂伯河右岸撤出。2天之后，乌克兰军队就正式进入了赫尔松市。赫尔松呢，是俄军在战争爆发后占领的唯一一座州级首府城市，也就是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重要战略据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放赫尔松正是乌克兰在战争中取得的重大的领土收复成果，标志着乌军在战斗中建立了向俄军展开反攻的能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乌军的攻势越进行到后期，就越需要充足的军武支援。西方的武器支援扮演了关键角色。在23年，俄乌战争的消耗战特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就以巴赫穆特战役为例，俄罗斯正规军与瓦格纳雇佣兵团在巴赫穆特投入了大量兵力，乌军依托防御工事固守阵线。这场拉锯战可以说是整个俄乌战争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
乌军在这里消耗了瓦格纳集团的精锐力量，但自身也蒙受了重大压力，直到23年夏季才组织了另一场大反攻。这场反攻的初期推进速度并没有之前的2场反攻那么快，但帮助乌军摸清了俄军的部署情况，也成功削弱了俄军的反攻潜力。吴军的转变思路呢，从整体战线推进模式转为了使用精确打击武器和无人机来打击俄军的后方重要目标，例如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总部以及克里米亚大桥。这样的局面呢，是一直持续到了2024年。乌军在地面战场上也开始进入防御态势。出现这样的局面和西方军援的波动不无关系。乌军开始面临弹药紧缺的情况，于是反过来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且在5月份的新一轮美国军援抵达前，乌军成功地维持住了战线。到了9月26号，乌军又在库皮扬斯克防御战中成功击退了一支俄军机械化营的进攻。俄军在进攻中动用了将近50辆装甲载具，如果没有充足的弹药和无人机，防御战是很难开展的。我们也应当看到，是俄罗斯在开战2年之后，也将其国内的军工产能拉满了。而在消耗战阶段，谁能将更多的士兵和装备送上战线，谁就能在战场上拥有更多机会。因此，从2024年年中到25年年初这段时间里，外部援助对乌克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法国与英国等欧洲国家后期的态度，对于俄乌战争的后期走向也有不小的影响。如果英国军队能够在乌克兰的关键城市、港口与重要的设施周边部署警戒力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但要达到泽连斯基提议的11万人兵力规模，恐怕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乌军的确坚持了3年。当然，如果有谁在3年前告诉大家乌克兰能够做到这一切，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所以一切说到底啊，都是事在人为。历史充满了变数，也充满了机会。至于乌军在俄乌战争中的下一个突破点又在何方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见解。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